自去年10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欧盟方面在关税问题上一直反复变化。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原定在6月5日公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来这个决定被推迟。不过，据最新消息，有欧盟官员称，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从7月4日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指出，如果欧方出台任何损害中欧经贸合作的措施，中方不会坐视不管，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据德国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推迟了原本计划在6月5号公布的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欧洲媒体称，欧盟委员会推迟公布对华加征关税，是为了避开6月6号至6月9号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而根据最新消息，有欧盟官员3号告知中国汽车制造商，预计欧盟委员会将从7月4号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但尚未透露关税税率。欧洲媒体报道，在7月4号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之后，欧盟委员会有4个月的时间与各成员国协商，将临时关税变为永久性关税。欧盟贸易事务发言人奥洛夫·吉尔表示，将很快宣布一些临时条款。据悉，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下周私下通知企业将征收的进口关税水平。推动欧盟自主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源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去年10月提出以来，该举措在欧盟内部遭到广泛质疑。有一派观点认为，冯德莱恩跳过了征询欧盟企业或相关产业协会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滥用了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权责，不仅让欧洲汽车企业受挫，也将扭曲市场，破坏欧盟摆脱对内燃机汽车的依赖，从而减少碳排放的努力。中欧关系的分歧肯定也会对欧洲议会选举后议会党团的分化重组以及欧盟领导层人事方面产生部分影响，所以欧盟委员会此举旨在是将竞选活动的焦点放在其他问题上，同时也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纯贸易方面的这个技术问题。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期冯德莱恩本人态度已有软化，开始不断强调加征关税需具备2个限定条件：首先要有针对性，不能将加征关税的范围无节制地扩大；此外，加征关税前也一定要先核实中国的补贴关税水平要与欧洲企业的受损害程度相对应。有观察认为，冯德莱恩此时降低调门，与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有很大关联。今年2月，冯德莱恩正式宣布将寻求第2个5年任期后，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多个欧洲政要公开表示了反对立场。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质疑其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的程序缺乏合理性。中欧之间的互利基础要强于美国。况且这次反补贴调查可以说是冯德莱恩一手推动的，这种独断的做法在欧盟内部争议很大。冯德莱恩等高层目前也没有一开始那么言辞激烈了，且关税加征的力度也应该小于预期，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很多欧洲国家要求暂停欧洲对华贸易战的呼吁。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一事上，虽然由欧洲方面率先提出，但率先让政策落地的却是美国。今年5月14号，美国白宫突然发布声明称，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税率将从25%提升至100%，被指跑到了欧盟前面。有专家表示，同样是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美国和欧盟的具体情况和考虑并不相同。相较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只占出口总量的1.08%，出口到欧洲的比例高达近40%，体量上的巨大差异让白宫的举措不过是一拳挥在空气里。但欧盟加征新关税，则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中欧之间的贸易，伤害的将是中欧共同利益。欧洲和美国的战略路径大体是一样的，但动机逻辑完全不一样。美欧政府都是通过立法，通过对华关税来加强半导体、电池和电动汽车等关键领域的本土制造，但美国更关注的是全球领导力，所以没得谈。欧洲则寻求的是所谓的贸易公平，我认为中国和欧洲有得谈，
可以协商。从欧洲本土汽车行业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合作也才是主流。对于欧洲的大型汽车制造商来说，中国依旧是其最大的单一市场，德国就是典型。此外，中国新能源车企前往德国建厂，也带去了智能化换电、智能交通、自动驾驶等新的技术合作在德国本土落地。而这样的合作形式并不只出现在德国，对于法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同样如此。深圳卫视注意到，当地时间4号，在欧洲进行访问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专门去了西班牙的中西车企合资工厂。在听取相关介绍后，王文涛表示，奇瑞与艾布罗开展合作是中国汽车企业开拓欧洲市场、实现本土化生产的积极尝试，也是中国企业首次与西欧发达国家签署汽车本地化生产协议。中欧之间有竞争，更有合作，在良性竞争中扩大合作，实现共赢才是正确相处之道。希望欧方摒弃保护主义，回到对话合作的正确道路上来。在葡萄牙里斯本主持召开葡萄牙中资企业圆桌会时，有企业代表反映，欧盟以所谓公平竞争为由，持续打压中资企业。据欧盟中国商会调查显示，在欧中企对欧盟营商环境总体评价连续4年下降，这一趋势令人担忧。王文涛表示，有关国家对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公平竞争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国际交往的基石，不能任由少数国家来定义。王文涛说，真正的公平竞争应当是自己努力跑得更快，而非想方设法绊倒别人；应当是开放合作、平等互利，而非封闭排他、拉帮结派；应当是遵守已形成国际共识的规则，而非随意破坏和篡改规则。中方倡导合作共赢，但不回避也不惧怕竞争，欢迎良性竞争，反对遏制打压的恶性竞争。在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王文涛此次访欧是否正说服欧洲部分国家停止对中国企业的调查，包括阻止欧洲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关于欧盟的反补贴调查和关税，中方已多次阐明了立场，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欧方能够恪守坚持自由贸易、坚持开放的承诺。如果欧方出台任何损害中欧经贸合作的措施，中方也不会坐视不管，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尽管欧盟企图动用关税手段打压中企，但欧洲企业仍遵循市场用脚投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今年前4个月，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在欧洲注册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激增23%。施密特汽车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共有11.93万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在西欧注册上牌，占该地区进口电动汽车的1/5。该公司创始人马蒂亚斯·施密特说，汽车制造商不断从中国生产汽车，因为这是目前电动汽车盈利的最佳机会。欧洲2大车企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的高层近期都公开表示，欧盟相关举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呼吁欧盟下调对华电动汽车关税。其中宝马则正在大规模升级中国沈阳生产基地。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集团在多个领域发布新合作公告，其中都设定了一个条件，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与中国企业合作。在近期的北京车展和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众多外国企业也忙于寻找中国合作伙伴。关税上调意味着，对于想要获得大量市场份额的制造商来说，进口就不太可能是一种长期的选择。那么，为了避免提高关税带来的影响，比亚迪目前已经开始研究第2家欧洲工厂的选址问题，推进在欧洲的本土化。另外，还有环境和技术也需要考虑。那么，关税对欧洲绿色转型肯定产生影响，同时对加强竞争以提升电动汽车的技术水平也没有好处。那么，在靴子最终落地之前，欧洲需要冷静地权衡自身利益的得失。欧盟外交和安全专员博雷利刚说欧洲不会跟随美国对华征收关税，就传出欧盟从7月4日起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临时关税的消息。您如何理解呢？主持人好，博雷利说，欧洲对华脱钩呢非常困难，不会跟随美国对华征收关税打贸易战，但是呢也要保持公平平衡。他呢是话中有话，既表明了欧盟的基本立场，不和中国像美国一样打贸易战，但是呢又为适度增加关税留下了空间，也就是呢要保持互利互惠关系，
做到公平平衡。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年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前，欧洲在对华贸易上有一个新词儿，叫做再平衡，是继去风险之后的一个关键词。这个再平衡呢，既是指欧盟会在中美间保持平衡，也要呢在中欧间保持平衡。所以啊，现在欧盟说要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增加临时关税，他们呢可以狡辩成是再平衡，是为了做到公平平衡。我估计呢，欧盟增加临时关税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按照相关媒体的报道，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进口税可能呢从目前的10%提高到反补贴税的平均值19%，或者呢在15%到30%之间。欧盟呢不跟随美国加征关税，主要是指啊不会像美国一样把关税提高到100%，但是呢并不意味着不增税。适度增加在欧盟眼中呢就成了再平衡，或者呢是维护公平平衡。欧盟呢还算了一笔账，说如果呀把中国电动车进口关税增加到20%，那么欧盟从中国的汽车进口额呢就会减少38亿美元，而欧洲产的电动车的销量将增加33亿美元，这呢就是所谓的公平平衡。欧盟去年10月份对中国电动车呢进行了反补贴调查，是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示下干的，那么呢就会有一个结果。虽然德国总理舒尔茨和德国的车企都是坚决反对增加关税，但是冯德莱恩呢还是有权决定采取相应措施。现在呢传出要增加临时关税，就是调查结论，增税呢估计呢是大概率的事，只是增加多少的问。当然呢，中国肯定有相应的措施应对，即便呢中欧是贸易摩擦而不是贸易战，中方呢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或者呢对欧洲的农产品增加关税，从而形成贸易的公平平衡，这呢也是有可能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动车只占美国市场的1.08%，所以呢，美国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关税增加到100%，也呢是被说成是一拳砸在棉花上。但是呢，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比呢高达40%，那么对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利益呢是很大的损害。总之啊，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关税增加都会破坏中欧间的贸易格局，双方利益呢都要受损。中欧间平均每分钟的贸易往来呢将近是150万美元，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破坏贸易流，在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上形成波动，甚至失控。现在的临时关税将来会不会取消呢？好了，现在呢是临时关税，那么今后会不会取消呢？一般来说呀，临时关税实施4个月以后就会变成正式的关税。但是今年呢有特殊性，一是欧盟委员会将在议会选举以后改组，欧洲议会各党派的议席多少将决定谁来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现任主席冯德莱恩呢有望连任，但是他在欧洲呢是不怎么受欢迎的，认为他呀权力太大，有点独断专行。因此呢，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戈尔基耶娃、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等人呢，都是有很强的竞争力。等欧盟3大机构的领导人确立以后，或者说呀，对中国进口产品热衷征税的冯德莱恩被赶下台，那么新的欧盟委员会呢，也许会取消或调整临时关税，这呢都有可能。另外4个月以后呀，美国大选就有结果了。美国新一任总统的对华政策将影响欧盟的对华政策，包括关税政策。所以呢，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观察。